这个字呢，说明一个什么意思呢？也是墨子记载的。这个字就是那个知与忘归，就是站在这里等待他回来，期盼他回来。期盼谁回来？就是期盼那个祭祀的那个对象回来。此外，除了发现这块刻有特殊符号的丹砂石，文物部门还在田广洞村一陈姓村民家里发现了一本族谱。在这本族谱上明确记载着，田广洞村的陈姓就是舜帝的后代，而且世世代代都是生活在这里。它为什么就是说是祭舜的这个就是建筑这场所呢？因为它都是人像啊，人像肯定是祭人呢。那么你分析历史、分析文献，又正好符合舜的这个他的这个德行和他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和他的时间。那么因此我想呢，它可能是祭舜的一个场所。根据种种迹象以及鬼仔岭上最早一批石像的制作年代，刘伟东推测，当时舜帝死在鬼仔岭附近这一地区。百姓为了表达对舜帝的尊敬，自发地雕刻出石像，放在这里祭祀舜帝。舜帝姓尧，好有余氏，故称虞舜，是一个有德行的人，受到大家的信任。当年，尧帝年纪大了，想找一个继承他职位的人。通过考察，认为舜确实是个品德好又能干的人，就把首领的位子让给了舜。这种让位，历史上称作禅让。对于舜的德行，历来被人推崇。据历史记载，舜的父亲是个糊涂透顶的人，舜的生母早死，后母很坏，后母生的弟弟名叫象。他们三人曾经2次想要害死舜，都没有成功。舜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却依然对他的父母弟弟很好。因此，刘伟东认为，上古时期的先人就像今天的我们一样，对舜帝的德行充满敬仰，只是表达的方式有所不同。他们是雕刻出了石像，放置在鬼仔岭。在古代的那个时候呢，几千年前呢，人们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受到制约，就是雕凿一个石人可能都是非常难的事儿，甭说雕凿那么多石人。所以我的认为呢，没准这是对大舜的一种特别隆重的一种礼仪呢，只是那礼仪活动的那个场景我们没有了，然后留下的是实物而已。而对于石像，有的是来自外地的情况，刘伟东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有可能是寻根来了，比如说比如在河南的那边的人啊，他那边也有大舜的活动地点嘛，然后他认为终于找到舜的陵和舜的庙和舜的祠了，那么他呢，知道这边有这种祭祀，这种活动，有这种石俑啊，那么他呢也从那边当地的石头，然后采来当地的石头，比如说雕刻成这种石像、石俑，然后带过来也有可能，因为里头也有几件是属于河南花瓣石的东西。另外，对于中后期的石像在造型、人物身份上的变异，刘伟东分析是由于时间的推移，人们的祭祀对象慢慢发生了改变。有了这种人们的这个盲目的崇拜了，他的崇拜也可能他最后祭了半天都不知道祭的是谁，可能祭了半天他想祭自己，或者为自己保佑，或为自己祸福，可能有这种思想在里头。虽然今天的鬼仔岭上仍然还弥漫着历史的迷雾，但古代先人们对
对舜帝的德文化的敬仰和认同，让这种文化得以传承下来。